小废物手作的 Roxy。今天啊，有很可爱的圣诞作品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款透明的圣诞树挂饰。它的制作时间非常短，然后可能需要的材料比较多元一些，但是如果事先准备好的话，制作时间真的很短。我自己试过，大约钩织的部分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，然后连整体的组合啊，加上就是把东西整体就是完成到就是装饰好的话，10分钟也是绰绰有余，非常适合做一个很快速的小礼物送人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作品。然后这个是我一开始打样的，然后今天也会用这一个来教学，因为其他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只是做线材上的变化。好，这个灵感的来源就是孩子很喜欢的痛包啦，小女孩很喜欢就是透明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心想，我上次做的透明的手机袋有剩余的材料，就想来试试看能不能完成圣诞节的吊饰。然后我正好有很多，应该不是只有我，手作人都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材料，每一次用剩的一点点都会有一些珠珠啊，可爱的珠珠啊，毛球，这些都是基本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容易取得，甚至其实文具店啊都可以买得到。还有我历年来收集的，你看可爱的亮片，这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，对。所以啊，就可以都放进去，完成了一个圣诞风景，很可爱。然后其实其他的版本也只是线材上的差异，这个是用了一个比较有接近绒的材质的线材，有一点绒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一款是我从日本带回来，我觉得超级可爱的，有一点彩点的毛毛的线材，好。然后这4个，这2个是一样颜色，没关系。好，你看这几款是细的绒的，接近绒的材质的线材，就是要像勾娃娃或是勾很舒服、很亲肤的围巾会使用的。好，所以就是有这个树的感觉。然后甚至我们家小女孩就突发奇想说：“妈咪，你要不要用那个韩国菜瓜布线勾勾看？”哇，结果也很热闹，就出现了这2只炸毛款的圣诞树。可是因为圣诞节就是要有东西亮亮的，所以显得特别可爱、特别美丽。好，然后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材料，然后就开工咯。它比较主要的材料是，除了我们线材以外，必须要有的一个材料是透明片。然后透明片我有附一个版型给大家，可以下载，在影片叙述中会放在影片叙述中给大家下载。然后下载出来。因为每个人印表机的设定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大小可能有一点点差异，大家可以自己微调。然后用透明片去把它做出来以后，剪下来一样的大小，剪下来以后，然后把它倒角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如果这个透明片，其实我们就是叫做什么塑胶遮，就是常常店家拿来遮东西的布。然后痛包呢都是用这种材质来做的，也可以用来车，但是我不会车啊，我们就用钩织。好，然后这个其实像小孩，我记得第一次我拿那个小朋友的透明垫板也会有这个材质，甚至大99也可以裁。我们这边大99卖场或者是小北百货，它那边有裁剪区，也是可以依尺码去做裁剪，不过它比较薄啦。然后我这一款是特地去买的，所以厚度好像我也忘记了，厚度有一点点差异。然后我建议大家，其实版型下载下来印出来以后啊，其实只是一个三角形，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它的动距啊比较平均，然后动距的间隔要平均一些，所以可以下载我的会比较方便，然后也可以稍微放大缩小都没有关系。
然后我是觉得作品小小的比较可爱。然后裁剪下来有版型以后呢，我建议大家把那个透明片2层叠在一起，好，叠在一起，因为它可以这样子，中间就会粘住嘛，自然就会粘住，所以粘住的时候就比较好，2片一起裁剪，然后一起打洞。它的打洞我使用的也是小孔的打洞机，因为如果是大孔的话，作品会比较怎么说啊？因为大孔的话，可能就要搭配比较粗的线材，然后我觉得整个作品就会稍微再大一点啊。跟我上一支影片那个手机带说的说法一样，就是这个孔可以大家可以购入就是比较小的打孔机，或者是用戳子，然后定好位以后自己就是用戳的，然后再把多余的部分修剪掉。好，这个也是一定要有的。然后线材呢，我们因为要过这个很小的孔径，所以我的线材是我的钩针一定要过得去，然后出得来，所以我的钩针是使用4号的2.5mm的钩针。然后线材就是用相应的线材，任何线材都可以。你看我展示的有很多种线材啊，不过我们先用简单的棉线来示范。然后要2个颜色，另外一个要咖啡色当树干。好，然后除此以外，剩下的材料呢，就是想要填充在里面的材料咯。大家可以自己找出自己家里面平时收集到的这些小东西，小珠珠啊，剩1、2颗的小珠珠没有使用的啊，绒球啊都可以。然后再来就是钥匙扣，一个低型门扣，小颗的就可以了，任何的扣子都可以。然后 C 圈，然后还需要使用夹子，就热熔胶，然后和钳子之类的，像这个。好，我们要把它C圈夹起来，就可以变成完整的一个挂饰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咯。好，我们开始之前有跟大家说明，那个透明片三角形的3个角一定要倒角，不然的话钩织的时候它会吐出去，因为我们是绕着这个为圆心，它会也画成一个像圆形。应该说短针会形成一个像圆形的概念，所以它那个尖的就会跑出去啊，所以可以倒一个角，不是我这个就倒的丑丑的啊，倒的不是很完美，其实没关系，因为之后是看不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三角形上面这个顶点这个洞开始，然后一开始呢，请把2片，因为我刚刚有建议大家2片一起裁剪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起打洞，最后这时候我们就一起钩织，到过一半以后，我们再把它分开塞东西进去。拿绿色的线材不要太粗，就是用细的棉线。好，从第一个洞来钩针进洞以后，把线段拉出来。线头如果习惯的话，可以顺手藏；不习惯不用藏也没关系。最后我们再打结。好，首先一个锁针固定，这是很适合新手的作品，所以我教慢一点。好，锁针就钩针往后靠，绕线拉出。好，锁针固定，这并不算一针。我们第一针，下一针才是第一针。我们整个作品只会使用到一种针法，就是短针。短针来咯，好，来进洞。进洞以后，钩针从线的后方往前绕，绕到了以后把它拉出来，拉到跟你要钩织的这个平面平行，这个边缘平行。好了以后呢，钩针往后靠，绕线，拉出，这就是一个短针。第一个短针好了以后，我们先拉长这个线圈，然后在它前面这一勾好的这一针
从上方这样去看，它有一个 V 型的辫子针，这个就是第一针，可以放上记号扣。放上记号扣以后，我们继续钩织。好，这个作品的逻辑是每一个洞我们都基本上钩织2个短针，但是遇到转角有3个转角，对不对？是转角的时候，每一个洞我们要钩织5个短针。我们这个第一针就是转角，但是因为我们最后想要把它合上来，啊，像是来我随便拿一个这样子。我们最后会在这边做交界，然后打结，然后不管结好不好看，我会使用一个圣诞树要有星星嘛，会贴一个星星把它稍微遮盖住，不管贴什么都可以，先自己勾一个小星星也可以贴上去，稍微遮盖住，所以一起在这边集合会是最好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所以第一针我就勾2个短针，好，2个短针进洞。到后面往前绕线，拉出，绕线往后靠绕线，然后一次拉出2个线圈，2个短针完成了。然后接着我们到下一个洞也是2个短针。好，这个作品比较简单，所以我这个可以藏线呢，可以藏在沿着它的边缘去藏线，这样子。好，可以藏一段，然后之后再剪断。所以，但是如果新手无法就是顺手直接把线头藏在里面，没有关系哈，之后再剪掉就可以了，可以直接拉在后面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洞也是2个短针，1、2，然后每一个洞都是2个短针，一直到最后一个洞。好，这一排都钩织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到转角这一针，这一针钩法也是一模一样，没有改变。不过我们要来钩5针，好，来1、2、3、4、5，因为它塞5针，洞就稍微小了一点，要戳一下。好，不过是可以完成的。好，钩完5针会发现，它顺顺的就沿着边缘这样转过去了。好，钩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再跑这个边，这个边是边缘中这2边以外，中间有1、2、3、4个洞。好，所以每一个洞也是2针。这个洞1、2，好，第一个2针短针好了。在下一个洞的第一针，我们先钩一下。第一针这边可以先帮我放一个记号扣，好，或是放一根毛线，不要掉了就可以。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接树干的位置。第2针，然后再来下一个洞，第3针，第1针，第2针。好，下一个洞这边呢，2针钩完以后，也帮我放一个记号扣。这2个记号扣中间是我们要帮它加树干的位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把这个作品钩到转角。这样子，这一个圣诞树是不是2/3都完成了？好，再填入，不能把它全部钩完，再填东西，因为就没有洞孔了。然后我里面填东西，因为有大有小啊。所以我不会等到最后一刻，好，所以我会再钩1针，这一个洞再钩再钩1个洞，再钩2个短针。好，这个洞钩完以后，我把线圈拉长。
好，先来做填充的动作，看里面想放什么就放什么。好，首先我们把这2片分开，好，分开里面就有一个空间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加减都会被我们的手啊或者什么沾到一些油，所以我有买很多眼镜组很常买的随身携带的眼镜擦拭布，我们来稍微做一点点清洁啊，因为它里面有一点点酒精，所以会有一点挥发，所以不会湿哒哒的在里面。好，我们先把洞孔空出来，然后稍微擦拭一下，让它亮晶晶。因为里面如果现在不擦，之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外面还可以慢慢之后再弄。好 ，OK， 然后擦好了，稍微通风一下，然后啊就可以拿出大家的宝物，然后看想要放什么进去。然后每次都是这个环节，钩织其实很快，都是这个环节要搞很久，就是每次都放，然后又拿出来，又放回去，又拿出来的。所以好，我只是想做一个有爱心的可爱的胖胖爱心，然后旁边弄一些，我就随意在我的那个材料区找了一些东西，小猪猪啊，好，填充进去，然后看看还要放什么，要放个有圣诞节味道的东西。好，那放个雪花。然后漂亮的珠子，它比较不适合放太小的珠子。虽然说我觉得好像到2米都不太会掉出去，可是就是还是会觉得不太安全。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，看想放什么。好，有星星的亮片，我来放个星星的亮片好了。哎，跑去后面，那不如再放一片在前面。好，碎念时间结束。好像还少了什么，再放一个。哦，越放越多了，不行，太多了。那放个软的东西好了，放个球球，放个黄色的球球。好，耶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，感觉猪猪少了一点，大家就知道这个环节真的很久齁。每次我还会放一放，然后把东西掏出来重放一遍，真的糟糕。好啦，不管就这样，不要改了。好，放好了以后，来，好，这一针稍微整理一下，刚刚最后一针因为松开了。好，整理好以后，下一个洞，这时候要比较小心，没有像刚刚那么好勾了。因为刚刚它粘在一起，这时候它会有一点点被我们撑开，好，所以呢，撑开了以后，我们要把2个洞都勾到，短针1、2，确定2层塑胶片都有勾到哦。好，再2个2，再来下一个洞，快结束了，很快吧？连教学都很快。只需要会短针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空的洞只要2针，因为顶端的这个洞我们已经勾了2针，对不对？它看起来不空了，但是它还欠3针。我们说转角要5针，所以请在顶端的这个洞再进去一次，再勾3针。1、2、3，好，3针完成了以后，这边是第1针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不用管它了。好，拿出剪刀来断线，然后直接抽出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第1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如果你用的毛线跟你的线材跟我一样是棉线，那收就要收的漂亮一点。如果是这个我不建议新手使用啦，这个是绒线，所以是基本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针目，所以啊，
这个东西收成什么样子，其实也没有人看到，我都打一打结，随便藏一藏剪掉而已。好，但是如果是棉线，我们还是要教一个正常的版本。棉线我们来把它收漂亮，再做一个隐形的长针。好，拿出毛线针，好，把这一个最后这个线段留下来要收针的线段。穿过毛线针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记号扣，我们要绕过记号扣这一针，因为记号扣这一针是第一针啊。基本上我们做隐形的结合呢，就是做一个假的第一针，所以我们要跳掉它，我们直接到第二针这边，它隔壁的这一个针 V 字形直接穿过去，然后这时候可以把记号扣拿掉。好，拿掉了以后回来，我们到这条线的出口这边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出来的，啊，我们绕过它以后，我们最后再回到这个出来的地方回家。然后回家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只穿一条线回去，要连同背后这个横线一起穿着，它才不会浪哦，才不会就是晃来晃去，然后一起穿进去。整理一下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假的第一针在这里，看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时候啊，调整的好的话，其实就看不出来结合处到底在哪一针了。好 ，OK， 然后到背面找地方打结，然后藏针，把针线头藏起来。然后线头呢就往这个针目里面藏，不过这个因为是透明的，好，所以要藏到这个针目的上缘，靠上缘一点点，靠边缘一点点，好，靠着透明片，这样就看不到了。然后断线，另外一边也断线。这边如果一开始没有藏的朋友啊，也是就是之后接毛线针把它藏好，那我们的圣诞树就完成主体了。接下来我们拿出咖啡色的线，咖啡色的线我们要来钩织它的，我的样本呢在这，好，我们来钩织它的这个树干。好，树干我们把三角形拿颠倒，上下颠倒这样。好，我们从右边过来，第一个记号扣这一针开始。所以啊，在开始之前，前面我们留一段。那我觉得这个有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个很单薄的一个树干啊，我也不希望它太厚，我不想把它加成2层。然后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要把线头收得漂亮，它本身又要比较稳固，不要太空。所以我使用的方法就是我在里面头加一股，这一股就是我们的线头，所以你可以留稍微长一点，大概超过15公分，大概20公分左右的线头。最后我们再来剪断。好，那我们把第一个记号扣移除。好，其实就是中间这2洞这边的第一针，钩针进洞以后，把线段先捞出来，线头和后续的线分开，线头不要动它。我们先拉一个锁针，稍微拉紧固定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原来这一个洞再钩织一个短针。好，从这个洞到第2个记号后这个洞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针短针。所以每一个洞都钩一个短针，但是在这个同时，我们就新手朋友可以不要这样做，新手朋友你就最后断线再藏。如果是技术可以接受的话，请把这一股比较长的线头一直藏在里面钩织。所以一样是短针哈，来再一次进洞，这次不是进这个塑胶片上的洞，是直接进这一个。下面这个绿色的线的 V 字形进去，捞线出来，然后往后靠绕一圈，拉出
好，这个就是一个短针，下一个短针再下一个洞，记得把咖啡色的线放在中间，再一次。哦，这个记号扣有一点碍事。好，放去旁边。好，来2。好，第3针，第3针在记号扣旁边，这边还有1针，第3针，然后最后记号扣拿掉。好，我们的第4针。好的，这样子1层就完成了我们的树干啊，钩织3层，我觉得短短矮矮的树干这样比较可爱，所以3层就够了。这个时候帮我原地一个锁针，不要太高哦，不要太松，就是正常的松紧的锁针就好。然后翻面，翻面我们要在这1、2、3、4，如果会比较看不清楚的朋友啊，建议刚刚在第1针的时候，帮我加一个记号扣。好，刚刚钩织第1针就可以加记号扣。好，一个锁针以后翻面，因为这一针时常会找不到，这是第4针。翻面以后一样是4针，所以1、2、3、4。刚刚锁针下面这个就是上一个刚刚的第4针，现在变第1针。好，记得这时候这个长的线头帮我绕进来。继续当心，这样可以增加这个短针的结实的程度，它会比较稳固。第2针，第3针，然后最后第4针是记号扣这一针，然后可以挂回刚刚我们钩织的第1针这边，直到在这里就结束了。第3针，然后这边还有1针哦。然后你看这一条线就一直跟着在这个里面，好，因为本来短针里面是包着2条线，就是上面这个看到的 V 字形。好，加了这一条，这个是线头以后啊，它里面就变成包了3条线，所以它会比一般包着2条线的短针稍微再粗一点点。好，4针钩完了以后，一样是原地锁针。翻面，好，那这是第4针，所以往前数3、2、1，好，就是锁针下面这一个洞就是第1针，然后也请记得把这个线头绕在里面，继续绕在里面钩，然后1、2、3。然后4，第4针可以把它拿掉了耶。好，4，钩织完成了以后，预留个10公分左右，就不用太长，这个只要收线头而已。抽出，好，这边松松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啊，再往后，我们就往后，直接往后转，不用刻意去动什么，直接往后转。到我们还是有分一下正反面啊，虽然正反面都可以看到透明的东西，啊，应该是没有影响，但是我还是会把这一面变成正面，上面会贴星星什么的。所以我们在反面这一面把线头藏回去。啊，因为它打结会有一点丑，所以我不去打结，我会最后使用白胶，就是布用的白胶去稍微把它粘合一下下。好，这样稍微整理一下，我们的这个树干就完成了。然后，好，拿出我的万用白胶，好，在背面这边把2个线段的头剪掉。线头剪掉的地方稍微沾一点胶就好了，就不会散开了。这样子，然后这一边是在这个里面。
不过记得造型就是要稍微把它调整好，树干的样子。好，这个浇干的也很快，大约5分钟左右就看不到了。好的，我们的圣诞树钩织完成了，耶！好，接下来的工作啊，我接一下热熔胶哦。接下来就完全是装饰它，然后看大家喜欢怎么样，就是可以粘个小雪花或者粘个小东西在旁边点缀一下。然后我会先上C圈，把它，因为免得怕我粘了星星以后不好上。好，然后先上 C 圈和扣环准备好。然后我没有预留一个小圈圈给它上C圈，因为钩织的作品大家也知道，要找洞是非常容易的，它全部都是洞，满满的洞，所以我通常会这样，在中间我们1、2、3，第3针是中间嘛，好，稍微抓一下，这样子其实有拉到2条线左右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挂上扣环，应该要用2根钳子比较好，但是我只拿了1根来准备录，所以就稍微夹一下也 OK 了。好，这样完成了。然后呢，等一下用热熔胶粘上星星和我准备的雪花，或是大家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这是作品嘛，所以这是一个创作。好，热熔胶热了。好，帮它粘上一个星星，哎呦，你闪边。粘上一个星星，然后我在旁边，我很喜欢我这次购买的这个亮亮雪花，因为非常闪亮，中间点一点点胶就可以，想把它粘在这个侧面这边，耶！好，我们的圣诞树透明圣诞树挂饰就完成了，非常适合当个圣诞小礼物什么的。好，然后啊，我觉得像是特意的线材的效果真的很好，像是绒毛的和这一种的，看大家喜欢什么样子，其实都可以用自己家中奇异的线材来试试看哦，效果都非常不一样。这一颗已经被要走了，这颗太闪亮了，对，这颗我妈超爱的，所以已经被订货了，不能转让，所以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你看，因为刚刚那个白胶啊，其实只要在等热熔胶的时间，它就已经看不到。所以如果觉得，譬如说刚刚这边收线头的地方觉得不安心，都可以点一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圣诞节的第一个作品了，希望时间还有赶上，让大家可以做来送给朋友亲人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